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卡爾先生，帶您掌握週期，財富自由哈。最近呢，只要打開手機或電腦，到一些社群網站、投資社群網站去看，到處都是截圖在曬對賬單的哦。社群裡面一片歡呼。還有呢，我在搭捷運啊、搭公車啊、甚至搭高鐵的時候，幾乎呢都會看見有人在看盤、看股票哦。那麼台股已經站上42000點了，整個市場就像過年一樣非常熱鬧，大家都在慶祝。但是最近我一直反復盯着一個數字，台灣加權指數目前離它年線的乖離率已經接近 50%， 基本上已經到 50% 了。好，這是過去35年以來從來沒出現過的數字。上一次出現呢，就要回到這個1986到1990年。好，那你知道1990年後來發生什麼事嗎？好。那麼今天這集呢，我們會從 AI 硬體、記憶體缺貨的真實的基本面來做分析，一直聊到呢，美國30年期公債殖利率突破 5% 的造成的可能的壓力，到散戶買氣創下5年多來的新高，背後到底有什麼的意義？好，那麼股市盛宴的 party 還在繼續，但是此時此刻我們該做什麼？那麼今天的影片最後呢，有乾貨跟大家分享，記得一定要看到最後看到最後。好，首先聊一聊這個今晚提到的內容呢，都是卡爾先生個人的觀察、觀點跟經驗分享，並非投資建議，請大家投資的時候務必要多多的參考各方的一些看法之後，自己對自己的投資做出決策，做出負責任。好，首先聊一聊呢，來240一個月。什麼意思？聯發科呢，從股價1500塊飆到3670，市值衝上了5.8兆，快6兆台幣，創下歷史新高。那麼光單周上一周漲幅就40%，已經被台灣的金管會列為處置股，就是你原本隨時都可以做撮合交易嘛，現在每5分鐘才能夠撮合一次，如果再繼續這個不正常的飆漲的話，可能變成20分鐘才撮合一次了。好，那你知道漲成什麼樣是什麼觀念嗎？這個就像什麼？就像你今年年初剛買了一間房子是1500萬，一個月後呢，就有人出價3670萬要跟你買，整整就翻了1倍。當然你如果買到這個房子，你會覺得你自己是天才，你自己是股神。但是你冷靜想一想，一個月前這間房子的格局、地段、屋況都沒有變，是什麼原因讓價格在一個月可以翻那麼多？好，那麼聯發科的基本面確實有 AI 題材的強力支撐，這個毋庸置疑。好，但是這個240% 的漲幅裡面有多少是基本面，多少是情緒跟資金的推波助瀾？這個呢是大家要想一想的事情。好，那我們來聊一聊一些基本面的部分。AI 的資料中心呢，現在吃掉全世界70%的記憶體的產能。像全世界3大記憶體生產商，三星啊、SK 海力士啊、美光啊。大部分他們記憶體的產能都給利潤率較高 AI 伺服器需要的這個高頻寬記憶體 HBM。那麼就造成了原本這些最大型的這個記憶體生產商，它會生產 DRAM， 傳統大家在用的這個 DRAM， 就產能不足，所以呢 DRAM 的價格從2025年初到現在已經翻倍漲。實體的這個你買得到的這個 DRAM 價格已經翻1倍了。而且這波漲價呢，已經傳導到消費端了。現在手機的價格在漲了，筆記型電腦在漲了，電腦價格在漲了。因為記憶體的成本呢，就是硬生生的被 AI 搶走了。所以這一次的整個AI 的暴漲呢，其實不太像2000年網絡泡沫時候的那個時候。因為那個時候大家炒的是一個未來的夢，可是現在實際真的就是有賣鏟子的真的有東西在漲，實際東西在漲而且現在 AI 伺服器需要的這個 HBM 的這個高頻寬記憶體是實實在在硬體需求，訂單是真的，缺貨是真的，交期呢是真的在拉長。這個跟以前不太一樣的點在這裡。好，那麼這張圖大家看到現在市場上呢，大家也都還在搶 AI 的算力 ，NVIDIA 最新的這個 B200 還有 H100、A100 這個3大 GPU， 卡爾先生抓到這一張呢是3月底的一個數據圖。那個雖然畫的密密麻麻，我直接告訴大家，我們就看B200
不管是哪一個算力 ，B200的這個市場上閒餘的這個算力已經低於5%，就是現在整體的算力是供不應求了，幾乎尤其在西方的一些大型需要算力的這個單位，現在是拿不到貨的，拿不到算力的，所以只剩下5%，低於5%，低於5%是什麼意思？就像有一個熱門的演唱會門票開賣，10000個人在搶，只有500張票，這種意思，基本上一出來就秒殺。所以每一顆 B200都需要搭配大量 HBM 的記憶體。雖然呢，所以這也是難怪說為什麼過去這從2月底開始到現在，新聞都每天在報道中東戰爭啦，在講油價啦，會影響股價。但是股市真正主導股市在上漲呢，這個行情呢，就是對這個算力需求的暴增。所以很多 AI 相關的類股的獲利是真的有持續在增加。我們再來看。94%這個數字是什麼？韓國的三星它剛剛公布整個集團的財報，第一季的利潤呢高達360億美元。那麼光是三星半導體這個部門的獲利就佔了整個三星集團第一季獲利 94%。三星集團很大它橫跨了手機、面板、家電很多的這個業務，結果光個半導體部門就佔了它所有利潤 94%。幾乎全部的集團的利潤都來自半導體這個部門，這說明什麼？它的這個部門就專門在做記憶體了，所以記憶體產業的利潤呢，正在以前所未見的速度在集中。所以根據這個業界非常有名的这個專門在做市場調研、做研究報告的這個機構 Gartner 他說全球的記憶體去年的市場規模是2160億美元，光到今年就增加了3倍，會到6330億美元。1年的時間裡面，記憶體的這個市場就成長了3倍。那麼包含呢，最近有在投資這個美股的人，應該都有發現美國半導體股中的 Intel 的股價翻身了。市場原本預期，它最近的新的財報出來，原本預期它 EPS 只有 0.01， 結果呢，它出來的財報 EPS 是 0.29， 超過預期29倍。同時，最近蘋果也剛剛宣布會找 Intel 來代工，打破台積電獨家壟斷蘋果這個生產的格局。那麼 Intel 今年以來，它的股價已經漲200%了。這個像是什麼？像是一個本來被所有球隊拋棄到的這個球隊的老將。大家覺得他已經不行了，該退休了。結果呢，這個季後賽的時候，他不是最主要的比賽，這是那種表演賽被召回來。一上場就投了一個3分球，全場歡呼。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冷靜的問自己一個問題：到底是 Intel 已經恢復了它巔峰時候的實力，還是剛好只是這一球剛好投入而已？那麼 Intel 的代工的良率能不能穩定的量產？那蘋果說雖然要發訂單給他，這個訂單到底有多大？還是只是在炒股價而已？那麼這個翻轉是結構性的復甦，還是只是一次性的利多？這個呢，其實都需要後面的時間慢慢的觀察來做驗證。那翻轉速度越快，就是股價上升越快的時候呢，我們越要分清楚到底是基本面比較多，還是情緒面比較多。好，那麼講完剛剛這麼多 AI 的榮景呢，我們把鏡頭再轉到另外一個角度，另外一個市場來看，現在出現一個很矛盾的畫面，就是整個股市在開 party。台股已經突破42000，美股也都創下歷史新高，科技股都飆上天了。但是呢，美國的債市正在拉警報。美國30年期公債殖利率在本周的幾天之內突破了5%。那這個就像有人在這個開的 party 旁邊一直在拉那個火災警報器。股市現在看到的是未來一片光明，但是債市卻告訴大家，股市前方有大麻煩。所以這兩個市場呢，不可能同時都對。什麼意思？邏輯很簡單，長天期的債券的殖利率如果持續往上漲，它一定是不利於科技股，不利於，因為股市是什麼？股市就是你長期的折現率，所以當市場的利率越高，你的这個折現率要求就越高，你的折現率要求越高的話，你未來要賺的錢就必須要更多，如果沒有辦法持續更多的話，你的股價，市場對你股價的評估就往下掉。好，所以現在債市在跌，股市在漲，
這裡面一定有一個方向可能是錯的，好，一個方向是可能是錯的，好，這個就像天氣預報一樣，有一台電視說，有一個天氣預報台說明天是大晴天，可以去野餐，但是你螢幕轉到另外一台就說，台風要來了哦，趕快要囤積糧食，好，一定會有一邊一定是錯的，好，所以呢，來我們再看一個數據哈，本周30年期的美債殖利率已經突破 5%， 當然它就在 5%4.9 幾這邊甩，好，因為突破 5% 是個很關鍵的點，美國政府已經出來救了，把它壓下來，好，那麼殖利率越高呢，就代表美國政府要支付給這個債券購買的人的利息就越多。你知道現在美國政府光是支付利息呢，年化已經高達 1.23 兆美元，已經佔 GDP 的 4.2% 了。好，再加上呢，美國、伊朗、以色列的衝突，讓油價已經上漲40幾%、50%了。那麼通膨壓力已經重新在升溫了。那麼這些事情听起來好像是美國的事情，跟我們有什麼關係？我跟你關係大，因為殖利率的上升代表全球的借貸成本越來越高。台灣房貸的利率遲早在這種，只要它的殖利率沒降下去，台灣央行房貸要升息，造成房貸可能會持續往上漲的壓力就會越大。好，那麼企業的融資的成本就會增加，所以還有再來是一個是，如果你手上是持有長天期債券的 ETF， 那麼淨值就會持續承壓，因為利率越高，債券的價格就會越低。好，這是一個蹺蹺板的關係，所以高殖利率不只是財經新聞上的一行字，它已經反映在你我實際在付的房貸、付的車貸各種賬單上面，接下來也會反映到你我所持有的股價，尤其是 ETF 的淨值上。好，再來我們來看這張圖，這張圖上面藍色這個虛線，藍色這條線，是過去一個禮拜美國散戶投資人湧入這個美國科技股，尤其是硬體方面科技股的資金量。好，你知道過去一個禮拜買進的速度是2020年以來最快的一次，上次買這麼多是在2020年的9月，等於說5年前到現在還沒有那麼大的金額湧入過。好，那麼這個上漲背後的推手就是對於 AI 硬體的這個熱情，尤其是對於記憶體，跟 AI 半導體狂熱的這個題材，所以散戶呢集體湧入，代表市場對三星啊、SK 海力士跟記憶體，還有很多半導體公司、半導體廠的信心正在快速的升溫。但是歷史教會我們一件事情：當散戶共識度非常高的時候，往往也是短線高點可能不遠。好，它是短線高點的訊號之一，不是說這樣子短線的高點就一定會來，但是它確實是短線高點的訊號之一。好，所以還沒上車去追的，要特別注意自己是不是有這個 FOMO， 就是害怕沒跟上，這種情緒在你的這個投資的意識裡面，要特別是注意，最好是不要亂追高會比較好一點。好，講到這邊呢，想要這個邀請線上的所有的朋友，我們現在將近有1000個人，那麼請大家幫忙，這個等一下影片底下有個熱推的按钮，幫忙熱推一下，然後按讚分享。那麼願意幫這集影片做熱推跟分享的朋友，請在底下現在幫我留言968，留言968。如果今天有30位留言968，那卡爾先到最後會分享一個乾貨，有超過30個人願意幫我分享，最後才會給乾貨。願意給乾貨，願意想要收到乾貨的，現在呢就在底下留言968，記得要幫忙，這個按熱推按分享。好，那我再來談今天最重要的一張圖，就是台灣加權指數現在跟台股年線的這個乖離率已經逼近 50%， 基本上接近 50% 了。什麼意思？就是現在的股價比過去1年的平均值已經整整高出了 50% 了。這個數字是台股35年多來的新高，所以你可以把它想，這個年線的乖離率就像一條橡皮筋一樣，它雖然可以撐很久，但是它不可能永遠不彈回來。就是假設這是條年線嘛，台股現在在這裡嘛，正常是20到25%，現在已經拉到 50% 了。當然年線會慢慢往上，可是這個橡皮筋已經拉太緊，它是一定會彈回來的。
好，它是一定會彈回來的。好，所以那橡皮筋雖然可以拉得很長，撐得很久，但是不可能不彈回來，一定會彈回來。所以，但是請大家注意一件事情，50%的乖離率並不代表明天股市或下禮拜股市就一定會跌哦。橡皮筋有的時候會比我們想象彈性更久，好，但是這卻是一個非常明顯的週期的警示燈。所謂週期是你怎麼樣拉上去，你就一定會回彈回來，這是肯定的。好，這是一定的，只是到底是下禮拜、1天後、1個月、2個月、3個月、半年，沒人知道。好，現在沒有人敢講得準這件事情。好，所以市場，但是大家知道一件事情是，市場已經在透支整個籌碼了。好，所以市場目前漲到這個高度，已經在透支未來。好，已經在透支未來，未來本來未來要漲了，現在先把它漲回來了。好，這個就像信用卡預借現金一樣，現在花得很爽，但是賬單終究會來，你終究必須付這個賬單的。好，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來看看歷史上乖離率這麼高的時候發生什麼事。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乖離率那麼高之後，上一次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了，台股從10393跌到3411，腰斬再腰斬。2021年疫情飆漲過後呢，乖離率也來到25%到30%以上。隨後呢，股價就修正20%以上。當然，這一次跟前面2次，我講這2次有一個不一樣是，這一次 AI 的需求，就賣鏟子的需求是真的。目前 AI 的應用還沒有看見大幅度的推廣，但是對於 AI 伺服器、AI 晶片等等這些需求是真真實實的。好，這就不像在2000年看泡沫破裂，很多網絡公司連營收都沒有。那這次是實際有需求在那邊，所以這一次真實的基本面會提供一定的支撐。好，但是這個比較高的乖離率就在於，好，未來真的有些壞消息來的時候，它會放大壞消息。好，比如說，本來這個壞消息來對股價的衝擊是10%，就可能會放大3倍變成30%。本來下跌個5%，那可能放大3到4倍就會跌15到20%，因為它乖離太大了，那拉回來的力度就會特別強。好，所以當然歷史不會重演。但是高乖離的代價從來都不會太便宜啊，這個是大家現在要注意的啊。好，那麼卡爾先生呢，今天呢就幫大家去找到歷史的數據。過去上一次台股乖離那麼嚴重的時候，你知道嗎？竟然要回到1987到1990年，那個時候發生什麼事情？我們來看一下啊。那個時候在1986年的時候呢，1月台股才1000，結果才隔了。這個大概20個月的時間，台股從1000點漲到4650點，快5倍。後來呢，到1988年6月的時候突破5000，到1988年9月的時候突破8800。那麼再到1989年的時候呢，6月的時候都突破了10000。好厲害哦！台股從1986年1月的1000，經過了大概4年，86、87、88， 89， 4年多。好，從1000點漲到最高12倍，快13倍，12686。那麼那個時候呢，就在1990年的2月見到高點，好，12686之後，結果就啪下來，好，跌到多少？2568，剩下原本的1/5。好，剩下原本的1/5。好，所以這段歷史對大家來說就像一個電影。好，前面90分鐘都是狂歡的 party。最後10分鐘就變災難片了，好，就是大家在 party， 結果海嘯就來了啊，這基本上就大部分人都沒躲掉，好，所以在那個年代的投資人，很多在高點的時候都覺得，台灣錢淹腳目，這一次不一樣，就是台灣錢淹腳目，台灣多的是錢，好，這一次一定不一樣，好，所以每一個時代都有這一次不一樣的理由，有時候確實不一樣，但是這個橡皮筋拉到50%之後彈回來，一定力度很大的這個定律是從來都沒有變過的。好，那麼現在市場上呢，最常聽到是2種聲音，就是各國經理必備的維護啊，就是再不趕快繼續買就來不及啊！看看股票每天這樣漲，再不追就錯過了哦。那麼再來還有第2種，看看你有沒有這一種，就是
反正現在買 ETF 就對了，不管是主動型、被動型的，買就對了。好，尤其是台股買，好，那買 ETF 反正長期都不會賠錢嘛。好，套了就繼續抱着，只要抱得夠久就不會賠錢。這兩種心態。好，那我跟大家報告一下，在年線乖離已經50% 的時候的現在，這兩種想法都是地雷。好，我跟大家分享為什麼。第一個，怕踏空，怕沒跟上，會讓我們在相對高點，甚至是最近最貴的一個高點的位置追進去。好，這些就像在百貨公司週年慶最後一天，好，明明東西呢，好，其實週年慶後面還會有嘛，好，那個時候你會覺得錯過沒買就不行，看見大家在搶，你就跟着進去刷卡。那反正買 ETF 長期下來都會漲，這句話本身是沒有錯的哦。台股長期趨勢一定是往上的，這個也都沒有問題哦。好，但是長期向上這個趨勢是問題，是你能不能撐到那個長期？好，這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不同的邏輯哦。如果你今天是買在相對的高點，甚至你是借錢來投資，一旦大幅修正來，好，你是可能等不到那個點，你就撐不住。好，你等不到 ETF 買了，反正我一直抱，長期就會對。你可能等不到那個長期來的時候，你就撐不住，你就認賠殺出了。所以賬面虧損的壓力會逼你，搞不好就砍在相對的低點。好，所以長期上漲的前提是你要有本事撐到長期呀。好，所以我等一下會講怎麼去撐到長期。你買入，反正不賣就一定對，長期來說一定對。你問題是你要撐到這個長期啊。萬一下跌，你就可能撐不住了。好，所以呢，現在這種高位的市場，我們可以怎麼做？第一個，我會建議大家檢視自己手上持股的比例。現在真的不是大幅去加碼的時機，而現在是重新平衡的時機。去看看自己手上的股票部位，尤其是去看那些沒有高配息的。所以沒有高配息的是包含高配息的 ETF。如果現在配息已經比以前差很多了，好，然後你現在還在買的，好，你是過去買，那現在配息還很高，那沒問題。你是現在才在進場才在買的，好，就是只要配息不高的個股或者是 ETF， 好，看這個部位占你總資產的多少，好，如果現在占你的總資產很多，好，我剛剛講的就是成長股，就是配息不高的，你的個股或 ETF， 好，你都還在買。那假設你有100萬，結果你現在有80-90萬都是這種，而且都是高位買入的。好，那麼坦白說，好，那你就去思考，未來真的下跌來的時候，你自己能夠承受得住嗎？好，如果承受不住，現在就要開始做一些調整會比較好。好，要降低你這個成長股，好，或者是 ETF 的部位，好，這個才會怎麼樣？才會有辦法讓你長期持有一定對。你下跌來就要撐得住，好，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現在想好停損停利，尤其是停損，好，不要等到真的大跌的時候你才開始想，我今晚沒法做，我現在該怎麼辦？最怕是跌個5%、10%沒關係啊，這只是小跌，剛剛是加碼的機會，結果跌了15%，說再忍一忍就跌了20%、25%，哇，認賠殺出，甚至30%認賠殺出之後，然後就開始怎麼樣？從底部又開始往上漲，好，等於說。這個就是你的停損計劃，要在風平浪靜的時候就要做好，不要像郵輪出發，等於說你郵輪出發，搭一個郵輪要出去玩，你就要看船上的郵輪的救生艇在哪裡，不要等船去撞到冰山的時候，你才在找這個救生艇。好，再來第三個，手上如果還有閒錢，或者是你把這個不是高配息的股票或 ETF 的部位賣掉了。你有更多的現金了，除了保留更多現金之外，可以去留意那些股價還在歷史的低點，未來可能會上漲、可能會輪動的個股，好，而不是持續的去借錢，好，持續的去追高那些已經漲上天的個股或者是 ETF。還有最重要的第4點，現在借錢炒股真的很危險。好，現在台灣很多券商已經開始限制了，已經沒有那麼多錢可以融資借出來。好，或者是不只是用融資，包括你抵押股票、抵押你的債券 ETF、抵押去借錢的。好，在這個時候你還用槓桿的話，
就像在懸崖旁邊在踩滑板，雖然你的技術很高超，只要一不小心掉下去那只要不小心去你的滑板去撞到滑板的輪子去 K 到一個小石頭，你就可能從懸崖邊掉下去。好，所以講到這邊呢，要跟大家報告一下今天的觀察台股的榮景確實有真的基本面在支持，但是就是 AI 相關的需求確實是很熱，記憶體的需求也真的是在 GPU 供不應求也是真的，企業獲利爆發也是真的都不是空中樓閣，但是年限乖離率高達 50% 也是真的，而且是35年來這麼嚴重過，上一次要回溯到1990年之前。所以這個股市的 party 呢，可能還會繼續音樂還可能放一陣子但是我們不能把這個 party 的入場券當成安全帶入場券是讓我們進到這個 party 裡面，股市的 party 裡面玩但是安全帶是要帶我們，萬一出事的時候要保護我們的東西。我們要知道逃生門在哪裡，一定要建議剛剛講的那4個重點，如果忘了就再看一下回放所以不是要現在你就趕快離開股市衝出去，而是確保萬一出事情的時候，回調回跌開始來的時候，你已經擬定好你的所有的策略，或甚至你已經做好你的資產部位的配置跟調整，好不好？好，這個是非常重要好，最後總結3句話 ：AI 記憶體缺貨是真的有基本面，台股榮景不是泡沫，有實質支撐。第二個，台股的年限乖離率已經真的到達 50% 了，是35年來最高的時候。這個是一個警告的燈號，很清楚，但是不需要恐慌，重點是做好我們該做的這個資產配置。再來，第3個，不要去猜頂部，不需要去猜頂部，但是一定要做好資產管理、資產配置。不管怎麼走，才能讓行情繼續撐下去，好不好？好，到了我投資做公益非常感謝最左邊的 Steven， 中間的 Rex 跟右邊的 May， 響應卡爾先生我投資做公益，捐款給需要幫助的朋友那麼也很感謝左邊這個 Steve， 他捐款給新加坡的導盲犬的這慈善單位，還有右邊的蔡先生也捐了很多不同的款項給不同的慈善單位，非常感謝。那卡爾先生也在這邊再次呼籲大家跟我一起我投資做公益，會讓你投資越來越順利。要願意一起我投資做公益的，歡迎你在捐錢捐物資之後，透過 email 或 Facebook 的 message 把你的收據傳給我，一起我投資做公益好。那麼剛剛呢這個968的看了有超過30個人非常感謝大家非常感謝大家。好，那我們最後呢這個乾貨呢還是會跟大家分享一下來看一下對，先提醒一件事情我們上禮拜呢有挑出這個黃金如何驅動世界，有挑出8位觀眾朋友送書給大家。那麼那8位朋友，康先生跟小編都已經留言給你了，目前只有5位有回信給我們，還有3位朋友沒回所以你有留言的趕快去看一看，你有沒有得到這個證書？有的話就趕快發 mail 給我們那到本周3截止到下周3截止，如果沒有回復的，那我們這個活動就算結束了會送8本書，目前只有5個人回復，還有3個朋友沒有回復。那本周3截止之後，這3個朋友沒回復，就等於自動棄權自動棄權。好，來，今天特別要講的是黃金的這個高高低低，一直有人在問我說，康爾先生，那黃金的買點到底怎麼看？好，來，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看一下黃金的買點要怎麼看。來，這裡，首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現在黃金的多頭，我認為遠遠還沒結束。為什麼？黃金的多頭什麼時候會結束？你就看比較簡單的是美國的債務，美國的債務有沒有得到控制？美國的債務如果沒有得到控制，還是持續的不斷的擴增它的債務，它每一年的赤字就是遠高於它的收入。現在已經赤字高于收入已經7%、8%甚至更高了。如果還是持續這個狀況的話，那麼黃金持續上漲的趨勢就還沒結束。好，那怎麼看什麼時候是買點呢？來從形態學來看，你看這邊漲上來之後下來，這邊有第一個支撐，對不對？這邊就第一個支撐。好，再來呢，從這邊跌下來之後，這邊又有跑出一個支撐。
那前陣子呢跌下來之後，好，這邊又跑出來一個支撐了，好，所以呢，你看再來呢，這次跌到這個框框的時候，好像又是一個支撐了。所以你看，它已經4次支撐什麼？4次在測試這個藍色框框了。所以藍色框框基本上就是金價的一個支撐點。所以下一次只要來碰到藍色框框，或跌到藍色框框中間，好，跌到藍色框框中間，或者是跌破藍色框框，都是黃金很好的買點。從形態學來觀察，它已經測試4次了，而且現在它應該是在高檔盤整。為什麼？來，你看，現在它的成交量就逐漸的縮小，然後它就在這邊盤整。好，那卡爾先生認為，什麼時候黃金可能會再次啟動上漲，就看新任的美聯儲主席上台之後有沒有什麼不同的措施會出來。好，如果有些新的措施出来，很有可能黄金就會啟動另外一波的上漲，就看看它什麼時候會公布。哦，什麼時候有新的政策出來了，好不好？哦，好，那麼最後呢，來，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最近卡爾先生發現，大家可能真的會有很多投資上的問題。好，先做一下宣傳哦。明天晚上的9點的會員頻道，好，卡爾同學的會員頻道，我會談聯準會新的主席 Kevin Warsh 可能會上台。下禮拜參議院如果通過之後，他就會上台。那看來他的政策跟之前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差異很大。那麼他新的可能的政策會怎麼影響股票跟債券的布局？這個對這個宏觀的這個政策，其實對於大家投資很重要。明天晚上9點的會員頻道就會談這件事情。好，歡迎大家，好，每個月才1份牛排的錢，歡迎大家一起參加。好，卡爾同學會啊，卡爾同學會。來聽一聽，有興趣的可以來聽一聽。好，那麼卡爾先生呢？好，我想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好，願世界和平，願大家健康、平安、財富自由。大家晚安。